2个月断断续续，这个夜叉王涂装终于完成了。交时间知己，有网络同好记，魔幻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教友记。这一期呢，咱们就来填上夜叉王自制 JK 手办的最后一个坑——涂装。在我片子制作完成的第2天呢，也正是黑神话悟空获得金鳌杆年度游戏的日子。在此呢，插2句话。首先，作为一名玩家和中国人，当然要恭喜游戏科学。再次呢，作为一名 CG 模型师，则希望今后会有更多这样的3A 游戏涌现出来，从而使得这个行业更好。而如果同好们能帮我官方运营，并能私信我获得真实的售货地址的话，我们则会将这个制作好的夜叉王赠送于游戏科学，也算是我们交友季一份恭喜的心意，聊表寸心。之前呢，黑神话夜叉王这个系列，咱们连分享带展示已经出了4期视频了，很多同好都已经知道，我已经从拿到解包的3维数据，再到高模还原，再到打印的过程了。这一期呢，咱们主要就来看看最后这一块涂装。我感觉呢，我已经录的比较详细了。如果中间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同好们在评论区或者私信中留言，咱们来一起讨论。说到涂装这一块呢，首先肯定是要确定夜叉王本来的颜色是什么，才能针对性的去做这个颜料的调配。而如果只从游戏画面去看，是完全看不出贴图细节的，并且再加上灯光的渲染，偏色的现象肯定是会出现的。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查看它的 diffuse 贴图，也就是固有色无光照模式的色彩，才是相对最准的，也就是我们需要去参照调配的颜色。打开软件呢，我们就直接把固有色贴图连到材质球的 base color 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贴图了。只不过这一步呢，还是会有软件里边标准灯光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只需要打开无光照模式，就可以看到贴图色彩本来的面貌了。而剩下的工作呢，就是相对细致的截图，以便调色和喷涂的时候作为参考用。如果有需要的同好，这里边也可以关注频道，并且私信我，我会分享给各位。这里值不值得大家抬手落指给个3连呢？本体上的各种颜色呢，我这次就是采用了官方给我发过来的这几种颜色调出来的。参照无光照模式呢，我使用了70%的红加20%多的黄，再加上一些灰色作为主色的橙色。然后呢，就是用65%的红加上15%左右的黑，再加了20%左右的蓝色，调出这种偏黑的紫色来作为身体暗部的颜色。而身体上面作为细节分色的浅黄色、牙齿和背后脊柱的颜色，我是采用了黄色和牙基白调出来的。地台方面，我则是采用了之前还剩下来的一点酋长大陆的云铁黑和深灰色进行喷涂的，而细节上面的干扫则还是采用了水时代的灰色和白色来进行的。剩下的就不多废话了，来喷涂吧。身体这里呢，最重要的是要从深色开始喷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最深的地方基本都在沟沟壑壑里边，尤其是脖子、两肩、腰部的缝隙以及后背。腿部呢，则是集中在2胯的内侧和脚踝。之后呢，我就看着发挥，给手腕、手肘等关节处也喷了一些这种黑紫色。喷涂的时候呢，不要怕，大胆的去做就好了。实在不行呢，还可以用主色去覆盖，只是覆盖的时候呢，需要多喷几层，不然浅色覆盖深色，薄喷的话会拉低浅色的明暗度。深色部分喷完了呢，就整体上这个主色的橙红色了，大面积喷涂就好，但是尽量还是要绕开之前所设定好的阴影处。后背脊柱的分色，我们就用之前调出来的那种浅黄色喷就可以了。初始的颜色肯定会浅，但之后呢，用自洗液过一遍，就会变成跟贴图的颜色差不多的效果了。避刃的颜色呢，则是需要用到黄色进行过渡，这里开大喷笔的出气量，远距离喷涂，喷到自己认为合适的效果就可以了。至于说身体的那些细小的沟壑，直接用主色覆盖就行，因为这种地方之后我们还是会用到自洗液和渗线液来做填充和擦除的。其实喷漆的主要目的是做好大面积的渐变，而细小的渐变和分色呢，则是需要后期我们用手涂的方式去补上的。细节部分的喷涂呢，要记得将笔的出气量调低，不然会出现积漆或者溢色的现象。而身体喷完以后呢，腿部也就整体跟着身体的规则来喷涂就好，包括衣服也是一样，先喷深色，再把衣褶的褶缝处用淡淡的浅色拉出来即可。整个本体的喷涂完成后呢，晾晒48小时就可以开始做滤镜了，也就是要上我们的自洗液了。自洗液就是俊士的标准4件套，水时代的这个水性漆干透以后，即便不喷保护漆，也是可以直接用俊士的自洗液和稀释液招呼的。
正常力度的涂抹擦除是不会掉漆的，至于非要杠什么大力出奇迹之类的操作的话就免谈了，力大还专飞呢。不过第一次使用这个品牌的漆，我其实开始心里也是有些含糊的，所以我先用了衣服做了自洗测试，直接用笔蘸自洗液往衣服的缝隙和褶骨处招呼就行。半干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用棉签蘸稀释液进行擦除了。只需要将褶缝和不正常溢出的地方擦干净就可以，目的是为了保证细节的缝隙和褶骨处的自洗液残留，这样呢就可以做出类似污垢堆积的感觉，同时呢加强了明暗的对比。文字说不清，我们直接看操作吧。其实，在整体自洗结束之后呢，褶缝处我还用了白色做了提亮，以模拟布料磨白的效果。只不过呢，忘记录像了。不过之后的身体，尤其是地台，还会有类似的操作，是可以用来举一反三的。身体和腿就是根据固有色贴图的参考来做细节分色的。当然，我们肯定无法还原所有的细节，一个是做不到，再一个呢是会出现过于杂乱的颜色，也不好看。只要保证在整体好看的基础上，尽量做到还原贴图的细节就可以了。身体上呢，我们明显能看出来，除了红色以外，还有黄色作为颜色区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化妆棉就派上用场了。这玩意儿呢，从某多买，几块钱一盒，可以用好久。将整块化妆棉裁成我们需要的小块，蘸上黄色的颜料，然后在纸巾上再多蘸几下，目的是为了保证不要保留过多的水分。剩下的步骤其实就跟旧画干扫的步骤是一样的，轻点在所需要呈现黄色细节分色的地方就可以了，就像这样。同样的操作几乎贯穿了之后，大部分的细节处理，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轻点，轻点，记住是轻点。要想加重颜色堆积的话，只需要多点几次就可以了，不要一次性的使劲按，那样颜色会过多的涂上去。真要觉得颜色过了，再往回找补就费事儿了。剩下的流程呢，就只需要根据参考图的颜色来调整相对应地方的颜色就可以了。整个身体的细节处理方面呢，我用了咱们开始调的这个橙色、浅黄色和黑紫，同时也用到了厂商本身提供过来的黄色、红色和牙基白，尤其是头后部的这一大块白，这个地方的处理呢是肯定要上笔涂的。面相笔把大致的区域勾勒出来，尤其是沟壑的里边要涂上，溢出不要怕，大胆去涂。我们只需要等干透以后呢，用橙色的这个颜色配化妆棉再轻点一遍，就可以将溢出的白色盖住，并保留落差处的牙基白了。腿部也是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处理。还是等到身体漆面完全干透以后，我们就继续使用之前自洗衣服的方法和步骤来加深身体的细节了，尤其是头部这种高细节的地方。只是需要注意的是，整个身体的自洗不要像衣服那样大面积的用笔去涂，而是要用到我们平时对高达渗线的这种操作方法。否则一旦大面积的自洗而擦不干净的话，就会使得本来的漆面的颜色变得暗淡。当然也不是一味的去寻求什么涂装的规则，过程中呢还是要灵活多变的，重要的是效果。比如关节的内侧需要做阴影加深的地方，我还是用了大面积的涂抹。擦除的时候呢，这样的话也可以适当保留更多的自洗液，以做出类似三维模型中 AO 的这种效果。背部脊柱是需要着重注意的，因为喷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这里的颜色会很跳很突兀，因此呢，我们要做到像参考图那样发暗淡的颜色，就要大面积的笔涂自洗液了。而本身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后续也不太好擦，因此呢，我是把棕色的自洗液稀释了一次再涂的，之后呢也没有过多的擦除，最终呈现的效果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据说绳子、绳头、金属挂坠和头发，就是选择了合适的颜色，正常涂装就可以了，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最后就是地台，说白了，整个地台是我涂装中最满意的，甚至比身体还要满意。
前面呢我已经提到了我地台的用漆方案，这里呢就不做重复的赘述了，我只是说一下选用云铁黑的原因，是希望在整体看起来让石头有一些光泽，而不是完全呈现消光的质感，那样看起来石头会干巴巴的。并且云铁黑本身还有一种金属质感，可以刚好模拟一些类似铁矿石的感觉。全喷好以后呢，依然还是重复我们上述的旧化操作。这里我使用的是水时代的灰色和白色来进行干扫旧化的，还是点蘸就好。只是记住，海绵中的水分一定要干，轻点多次进行涂抹。我开始的时候是做了一些渐变，让每块石头的外围更浅一些，而内侧保持深色不变。而更浅的白色则是需要根据岩石的自然磨损规律来的，也就是要涂抹在边缘处。我们还是来直接看操作视频。最后就是等全部干透以后开始自洗了。这次的自洗主要是为了模拟土积累在岩石缝的效果，这样我们就需要选择这个颜色的自洗液了，不用担心什么溢出，用笔大面积招呼就可以了。然后依然还是用棉棒蘸稀释液来擦除就可以。这次我们可以稍微用力一些，只保证缝里边留存自洗液即可。等完全干透以后呢，地台最终的效果也就呈现出来了。整体涂装完成之后呢，就是拼装了。502直接招呼，这里呢我就不录像了，没别的，主要是怕手滑摔碎了。上一个夜叉王的尸体我还没处理呢，我不想都到这儿了再出什么幺蛾子。这个地台拿给同事看的时候，同事给了个意见，说如果能把岩浆的效果涂出来就更好了。我想了半天，又看了看我的补光灯，脑中一激灵，把灯调成橙黄色，直接亮度开到最大，让底座坐上去，岩石缝处就可以有溢出岩浆的效果了。来，咱们来看看最终的成品吧。好了，整个历时2个月，这个夜叉王的 JK 手办呢，从3维模型到最终喷涂，我们也就告一段落了。先歇一段时间，再开始琢磨琢磨下一个要喷什么东西吧。那么夜叉王的整体视频呢，到这一期也就结束了。依然希望同好们点赞关注，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游记游记杂谈，我们下期再见。